Hello， 大家好。幻14 2022款目前上市的有2个版本，经典版和幸运版。我入手的就是幸运版的版本，它 I 面有 LED 光显矩阵，经典版本则没有。主要配置方面，处理器搭载的都是 AMD 锐龙7 6800HS， 显卡则是同样来自 AMD 的 RX 6700S， 搭配14英寸16:10 2.5K ROG 星云屏以及16G DDR5 4800内存。星云白是512G PCIe SSD， 经典白是1T 的 PCIe SSD。近期京东的参考售价是星云白11999元，经典白10999元。后观方面，幻14 2022的整体 LED 设计是和上代相同的，2年过去了，它依然是一个潮范十足的设计。由于采用了16:10的缘故，它的整机长度较上代减少了13毫米，宽度略微增加了4毫米，厚度和重量没有变化，依然是19.5到20毫米的厚度，裸机重量1.7千克。经典白的版本要略微薄一点，轻一点。电源方面呢，上代是180瓦，这代配的是240瓦的电源适配器，这也说明这代在性能释放和功耗配置上比上代更强呢，这是个好消息。不过坏消息是240瓦的电源适配器要更重，约725克。材质方面 ，AC 面镁合金，地壳工程塑料。镁合金这种金属的特点就是没有常见铝合金的那种金属光泽感，触感上也没有铝合金的那种凉凉的质感，所以不了解的用户呢都会以为它是塑料。然后它最大的优点呢是比较轻，还有不显指纹。I 面光显矩阵屏较上代有所升级 ，CNC 打孔更密，植入的迷你 LED 灯也更多，所显示的画面也更精细。显示图案同样支持自定义设置，奥创智控中心中内置了各种图案、灯效以及 ROG 捉虫动画，也支持自定义输入文字或者显示电量、时间等等元素，可玩性还是不错的。另外 I 面尾部是直线设计，不再采用上代的斜切下凹造型，而是用高光金属切边工艺做了一个下凹的视觉效果。打开来看，转轴处依然是翘臀设计，将底部抬起，既能加强底部进风，也更方便打字。B 面屏幕下巴也变窄了一些，整体屏占比来到了约91%。然后摄像头终于是加上了，顶部一颗 720P 的摄像头，同时配有 IR 红外摄像模块，支持人脸识别登录。所以上代 C 面电源集成的指纹识别模块就取消了。C 面键盘的布局较上代大体相同，不包含小键盘区域的全尺寸薄膜键盘，全键无冲， 1.7毫米键程，4档白色背光，顶部有4颗独立功能按键。这4颗按键呢，也支持在奥创中心中进行自定义设置。和上代不同的是，空格键从有一定游戏范儿的异形设计变为了常规的长条形，然后右侧取消了一颗截屏键，将方向键做成了长条的半高设计。下方触控板面积比上代大了约50%，来到了130毫米乘77毫米，磨砂玻璃材质，触控操作体验是很不错的。原来 C 面靠近底部的2颗扬声器移到了顶部，这样在打字时手部就不会遮挡了。然后它也取消了扬声器的幻彩格栅设计，采用了纯白色。另外上代 C 面的一些棱角线条设计也都取消了，也就是说现在整个 C 面把一些游戏的元素全部拿掉了，就更加简约，更加商务范儿。尾部的彩色名牌也取消了，改用了银色文字，并将3颗状态指示灯放在了这个位置。地面造型变化比较大，上下采用了整条长条脚垫，中间银色部分是大面积的散热进风孔，包括底部2颗高音扬声器的开孔形状也有一定变化。接口方面较上代也有所变化，左侧取消了锁孔，增加了一个 microSD 卡槽，然后2个 USB 从正1升级到了速度更快的正2， C 口也增加了视频输出功能。右侧没有变化， DC 电源接口、HDMI 2.0 3.5毫米音频，以及支持数据传输、DP 视频输出、100瓦 PD 充电的全功能 Type-C 接口。屏幕也是在上代的基础上做的升级，搭载的是一块14英寸的 ROG 星云屏。先简单说一下 ROG 星云屏是个什么概念。以这块屏幕为例，它是 ROG 和京东方合作定制的 IPS 雾面屏，和上代相比依然是 2.5K 120赫兹，屏幕比例变为了16:10，亮度从300尼特提升到了500尼特。上代显影时间比较慢的缺陷有了明显改观，会议显影时间最快3毫秒。然后远声8位色深，支持杜比微认，出厂校色，经过了潘通色彩认证，能看到它出厂预装好了一个色彩配置文件，实色色域容一 151% 的 sRGB 和 107% 的 P3， 实际色域覆盖了 99.7% 的 sRGB 和 98.1% 的 P3， 同时也覆盖有 83.6% 的 Adobe RGB， 色准最大 5.83， 平均 1.61。另外它采用的是双高音加双低音4扬声器设计，实际效果也确实比常见双扬声器的产品要好一些，但你要说优秀也谈不上，就是比听个响要更好一些。
性能方面，幻十四2022款搭载的是 AMD 最新的锐龙7 680HS 处理器和 RX 670S 显卡。通过后缀 S 能看到，它们都是 AMD 针对高性能轻薄本或者轻薄游戏本推出的低功耗产品。和以往一样，2022款的幻十四可以在奥创智控中心中切换不同的性能模式。我们下面所有的性能测试均是在增强模式下进行的。通过 X64 Stress FPU 对 CPU 进行压力测试，半小时后 CPU 功耗约74瓦，这个功耗配置要比上代高不少。核心温度96度，频率4 G 赫兹。通过 Cinebench R20 和 R3 的跑分来看，多核分数和单核分数都要略微超过上代产品搭载的锐龙9 590HS， 多核领先约6%到9%，单核分数领先2%到5%。和12代酷睿相比，它大概相当于4大核8小核12核心的 i5-1250H， 多核分数低了不到5%，单核分数低了10%左右。由于12代酷睿对功耗比较敏感，这是90瓦功耗的 i5-1250H， 如果在相同功耗下，两者应该是差不多的。再来看显卡 ，RX 6700S 虽然有着6700的名字，但从官方规格表的对比来看，它和 RX 6600M 几乎是一样的，只不过官方指导功耗从100瓦降到了80瓦。但通过 Formac 单烤 GPU 半小时能看到，这台幻十四2022显卡的最高稳定功耗也要到100瓦，同时烤机满载时频率2000兆赫兹左右，核心温度86度。为了释放它的最大性能，我先在奥创智控中心将显卡从混合模式切换到独显直连。2022款的幻十四是支持独显直连的，另外它也支持纯极显模式，以便在电池供电时获得更长的续航。通过 Cinebench 的显卡跑分来看呢，幻十四2022搭载的这颗 RX 6700S 的各项跑分都要超过95瓦3060。在和130瓦3060的对比中，基于 DX11 的 Fast-Track 项目，6700S 表现要更好，而基于 DX12 的 Time-Spa 项目中，130瓦3060表现更好，这也和 6600M 的表现基本是一致的。在光追性能方面，6700S 就要处于明显劣势的，较95瓦3060也是不如的。实际游戏测试方面，几款小型经济网游 CSGO、Dota 2和守望先锋都是要优于95瓦3060，但低于130瓦3060。而在英雄联盟这款游戏中，幻十四还要弱于95瓦3060的机型，原因主要在于处理器。这款游戏对处理器比较敏感，英特尔的处理器的表现要明显优于 AMD 的处理器。大型吃鸡类经济网游绝地求生这款游戏幻十四的表现也要低于95瓦3060的机型，这个原因主要在游戏对显卡的优化上。这款游戏从最开始就对 i 卡不怎么友好。其他4款大型3人单机，古墓丽影：暗影、幻十四优于95瓦3060，但低于130瓦3060。地铁离去也是同样的情况。赛博朋克2077这款游戏幻十四和95瓦3060的机型表现相同，弱于130瓦3060的机型。刺客信条：英灵殿是为数不多的对 i 卡比较友好的游戏，可以看到这款幻十四的表现不光领先于95瓦3060，也要明显领先于130瓦3060。比如古墓丽影：暗影，光追开得高的话，帧数掉到了57帧，而这款游戏又仅支持 DLSS， 不支持 FSR， 所以要开光追就只能承受帧数大幅降低的效果。再比如永年无烟这款游戏，它本身对 N 卡优化比较好，而且比较依赖 DLSS， I 卡就开不了这一选项。当然我们也能看到越来越多的游戏加入了对 FSR 的支持，比如孤岛惊魂6，它是支持 FSR 的，开启 FSR 后帧数会有明显的提升。再比如赛博朋克2077，在最新的版本更新后也加入了对 FSR 的支持，开启后游戏帧数也有明显提升。首先在 1080p 分辨率下，它基本可以达到畅玩的效果了，除了少部分显卡杀手级的游戏需要降一档画质，其他游戏都可以在其所支持的最高画质下流畅运行了。那既然它配的是2K 屏，它在2K 分辨率下的游戏性能又如何？通过实测数据来看，小型网游肯定是没什么问题了，而大型一些的游戏，包括大型网游和3人单机，降1到2档的画质，也就是说降到中高画质也能流畅运行了。而且2K 分辨率下的中高画质比 1080p 最高画质并不差，实际的视觉效果甚至更好。再来看一些专业生产力软件的表现，首先是 Adobe 三件套 PS、PR、AE。作为对比样本的是90瓦功耗12代酷睿 i7-1270H 加130瓦 RTX 3060的游戏本，可以看到 PS 的差距并不大，低了7%，PR 和 AE 差距要大一些，分别差了15%和19%，这个差距在意料之中。毕竟锐龙7 680HS 的性能和12代酷睿 i5 类似， RX 6700S 和130瓦3060也存在一定的差距。不过从实际使用的体验来看呢，这个差距并没有明显感知，剪辑的流畅度、实时渲染预览的流畅度都没有问题，最后渲染输出的速度也没有感觉慢多少。
我也进行了 SpecView 各种工业 3D 软件的跑分，和10代酷睿 i7-1270H 加130瓦 RTX 3060的游戏本相比，除了 Energy 和 SNX 有明显优势外呢，其他软件都是存在差距的，大家可以做个参考。拆解来看内部，幻14 202的拆解是比较简单的，拧下底部错位螺丝就可以取下后壳了。拆解是有一个需要注意的点和一个需要点赞的点。需要注意的点是中间灰色的部分有3颗隐藏螺丝。为了保证灰色部分颜色的一体性，这3颗螺丝孔都用灰色胶垫做了填充，需要把它取出才能看到螺丝。需要点赞的点是右下角的这颗螺丝做了防丢设计，只能拧松不能取下，其他螺丝都是可以取下的。当拧松这颗螺丝后，螺丝会把底壳顶起，这样就不需要撬卡扣了，非常轻松的就可以把底壳取下了。可以看到其内部较上呢也是有一定变化的。首先各部件包括主板在内都做了黑化处理，看上去更加规整。变化最大的还是散热系统，从上代双风扇4热管的方案变为了双风扇加大面积真空腔均热板的方案。CPU 和 GPU 端都采用了暴力型液晶导热，再配合左右和后部4出风口设计，就是其功耗配置比上代更高的资本。前面提到了单烤 CPU 功耗74瓦，单烤 GPU 功耗100瓦，通过 AIDA64 和 FOMAC 进行双烤压力测试，半小时后 CPU 功耗42瓦左右，温度96度，频率 3.2 赫兹 ，GPU 功耗72瓦左右，温度86度左右，频率1680赫兹左右 ，CPU 加 GPU 的总功耗在115瓦。表面温度就比较热了 ，C 面温度最高点57度左右，键盘区域最高47度左右 ，WS 键处38度，万托处最高37度左右。双烤满载时人为噪音也不低，约51.5分贝左右。我也测试了一下用100瓦 PD 供电时的表现，通过双烤能看到它的 CPU 功耗在27瓦左右 ，GPU 功耗在47瓦左右 ，CPU 加 GPU 的总功耗在74瓦左右。而且能发现烤机时电池电量也一直往下掉，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要从电池借一定的功率。内部其他硬件方面 ，16G DDR54800内存采用了一半板载一半插槽的形式，预装的这根8G 内存条来自三星，单面4颗粒，运行在 Gear 2模式下，具体的性能大家可以看图。硬盘位只有一个，预装的 512G 固态是美光2450，全年主控，虽然是震4的，但读写速度和震3的产品差不多。在硬盘上做一定的减法，也是华硕的传统异能了。无线网卡是联发科的 MT7992，支持 WiFi 6E 和蓝牙 5.2。后续我应该会给它换成英特尔的 X210 或 X200，传输速率和稳定性要比它更好。电池和上代一样，采用的是一块76瓦时的锂电池。在静音性能模式、纯极限显示模式下 ，PC Mark 现代办公场景续航测试成绩是10小时22分钟，这个续航能力应该说是相当不错了。那么它到底适合什么人群去使用？以我自己为例，我会去玩一些大型3A， 但游戏并不是我的第一需求，我主要用它来做视频剪辑、视频编辑工作，而且我需要经常随身携带，那么这台笔记本完美契合我的需求。如果你主要用来玩游戏，而且同时对便携性要求比较高，它也可以作为一台轻薄游戏本作为备选。但如果你纯玩游戏，也不需要经常携带外出，大可以选一台满功耗3060的常规游戏本，单就游戏体验比它要好得多。当然也不能忽略颜值的力量啊！诚实的说，在我决定入手这款笔记本作为主力机的因素中，颜值也是占了一定比重的。那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。有更多想了解的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记得加关注、点赞和转发，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。下期再见。